菲律宾在南海继续搞事情。2号，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对非法滞留鲜滨礁船只、过驳人员、物资发表谈话，称菲方船只滞留鲜滨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继黄岩岛、仁爱礁后，菲律宾又在鲜滨礁挑衅，背后有何图谋？中方又将祭出哪些反制手段？来看报道。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2号表示，7月1号，菲律宾派3艘海警船对其非法滞留鲜滨礁的海警971舰过驳人员物资，中国海警全程跟监管控。中国对包括鲜滨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方船只滞留鲜滨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在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圳卫视注意到，菲律宾海警9701船可谓劣迹斑斑。2月2号至9号，该船多次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邻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其采取航路管制、外逼驱离措施。上月4号，9701舰多名人员又非法亲登鲜滨礁沙洲，并开展潜水作业，中国海警全程跟监，海警执法人员对此依法查证处置。鲜滨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岛礁，距离仁爱礁直线距离约60公里。鲜滨礁低潮时，整个礁平台露出，整个礁盘凹凸不平，向东南延伸约23公里，中间为水深3.6到18米的礁湖，礁外缘海水骤然变深。鲜滨礁的西南部岛礁疑似有小沙洲。对于这一系列岛礁，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海警船只在鲜滨礁的挑衅举动已持续2个月之久。据路透社报道，自4月中旬以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在鲜滨礁部署了海警船。当时，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在非媒体上炒作称，中国正在鲜滨礁填海造陆。然而，菲方此前公开承认，在长达20余天的所谓监测中，并没有记录到中国船只在鲜滨礁的任何活动。菲方此举其实是为自己在鲜滨礁的非法活动提供借口。据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显示，菲律宾从4月27号到5月6号派出非海岸警卫队的最大巡逻舰特里萨马格巴努亚号，持续在中国南海鲜滨礁西湖一带活动。据介绍，这艘海警船系菲律宾从日本购置的最新型海上执法船只，是菲律宾目前海警吨位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舰船。该船设有直升机甲板和机库，可以起降直升机。该船还设有高压氧舱，供患有潜水病的人使用。外界注意到，这艘舰艇的航迹基本呈一个规则的正方形，这种颇为少见的航迹通常只有在进行某些勘探类作业时才会出现。外界担忧，菲律宾可能在鲜滨礁酝酿重演仁爱礁模式，也就是用一艘破船以及船底漏水为恶意作贪，以进一步展开挑衅和炒作行动，激化南海局势。那么从目前看，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防止菲律宾在鲜滨礁采取类似于仁爱礁、黄岩岛类似的模式，那么实现长期从所谓的这个短暂的过驳，那么到未来有可能它会进一步的这个采取动作，包括要实际的进行占领。我们其实是为了防止双方之间这个冲突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在涉嫌干预2020年选举结果的案件中，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这一结果实际上为特朗普的大选之路扫清了障碍。特朗普称赞判决是一场巨大胜利，而拜登则警告说，这一裁决开创了危险的先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号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在涉嫌干预2020年选举的联邦案件中，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但因以私人身份采取的行动不享有豁免权。另外，最高法院并未界定何为公职行为，而是将这一决定权交给了下级法院。2021年1月6号，在美国国会清点总统大选选举人票期间，大批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造成至少5人死亡。2023年8月，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就特朗普与国会山骚乱的关联提出4项罪名指控。特朗普一直以享有总统豁免权为由，申请法院驳回案件，但华盛顿地区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均作出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今年2月，特朗普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项裁决是美国建国以来最高法院首次宣布，前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免受刑事指控。值得注意的是，美最高法院现任有9名大法官，其中保守
守派占多数，共有6人，其他3人为自由派，而保守派中有3人均由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提名。而当天最高法院就是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裁决。代表多数意见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表示，总统虽然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行使核心宪法权利时不应受到起诉，其公职行为应享有推定的豁免权。不过，持反对意见的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则表示，按照该裁决，总统在行使官方权力时就像国王一样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于当天的裁决，美国国内舆论吵翻了天。有媒体质疑，最高法院在总统大选前4个月做出这样重要的裁决，而且其中3名大法官又是特朗普亲自委任，无疑是向共和党送大礼。And it will most likely delay Trump's federal election subversion trial until after the November election.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一裁定将令针对特朗普的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若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他很可能会委任新的司法部长，撤销对自己的控罪，甚至赦免自己的其他罪名。7月1号当天，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作出后的第一时间，特朗普的代表律师已要求纽约法院押后对其封口费一案的判刑，甚至撤销判决。目前，特朗普有4宗官司缠身，被指罪名最轻的一起封口费案于今年5月被判罪名成立。而决定特朗普是否要吃牢饭的关键，在于7月11号法院对他做出的量刑结果。当天也正是共和党人正式宣布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前几天。基本上已经暂时扫除司法上的一个障碍。在11月5号总统大选之前，川普大概不会再因为这个事件而进入法院。即便他之前有被起诉过。或是官司缠身，但是这些决定都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是政治迫害、司法追杀，所以每一次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反而他的这个民意、他的支持度还有他的募款都会大幅的增高。裁决结果出炉后，特朗普欢欣鼓舞，在社交媒体发文，不仅趁机批评了拜登、奥巴马一众人等，还宣称是美国人民的巨大胜利，并再次喊出他的经典口号 ：“This is a big win for our Constitution and for democracy. Now I am free to campaign like anyone else. We are leading in every poll by a lot.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而美国总统拜登发出警告称，这一裁决开创了危险先例。This n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re are no kings in America. Each of us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not 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oday'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presidential immunity,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d.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Today's decision almost certainly means that there are virtually no limits on what the president can do. Now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have to do what the courts should have been willing to do, but will no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o render a judgment about Donald Trump's behavior.当天，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正如拜登总统所说，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白宫的这份声明中还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像拜登总统这样尊重司法，不会破坏司法体系的领导人。不过，就在1号记者会结束之际，发生尴尬一幕，有多家媒体当场追问拜登为何对选举依然有信心。拜登并未回应，而是转身离去。What makes you so confident you should be the president? 孤独的背影加上紧闭的大门，令外界浮想联翩。事实上，拜登在此前辩论中表现糟糕，负面影响仍在持续。过去几天，虽然民主党对外展示团结，拜登也获得奥巴马等人公开力挺，但据美国媒体爆料，与公开表态截然不同的是，白宫及民主党内部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甚至已经列出了一份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在内的替补名单。But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party is in panic, with many Democrats suggesting the president should drop out of the race before the party's convention next month to give the delegates the opportunity to nominate someone else. And there are several potential replacement names being mentioned, including some high-profile governors, Josh Shapiro of Pennsylvania, Gavin Newsom of California, and Gretchen Whitmer of Michigan. Whitmer reportedly called the Biden campaign, distancing herself from the rumors, but delivering a stark warning.
Winning Michigan is out of reach in November. 根据选举规则，换人流程十分复杂，由拜登自行宣布退选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但如果拜登坚持不退出，他的任何竞争对手必须先收集600名党代表在请愿书上签名，而且每一个州不能超过50人，也就是占总代表人数的约13%，才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自己。另外，距离11月大选仅剩4个多月，任何举动都有可能引发民主党内部政治动荡，因此外界预计拜登仍将参选到底。除了民主党，美国的盟友们也很焦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30号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北约盟友们不仅担忧拜登在大选的重压下是否会做出一些激进措施来争取选票，更担忧特朗普或重返白宫。一旦特朗普2.0时代真正到来，北约恐怕将再次面临支离破碎的困境。他还是会比较敲打美国的盟友，他还是不喜欢被别人占便宜。被拜登这4年任内视为是他政治上最重要成果的，外交上的，比如说他的印太经济架构，跟这么多10几个国家，美国的伙伴跟盟友。那川普已经讲，川普说他上任之后就要废除他。